如果你能给我当妾，我保证你吃香喝辣的，不用跟他一起受。果然，奇迹怎么可能发生在他身上？这一起不只是借钱，而是要将我都给卖了。如果今天我能把他带走，这借据就免了。我的女人，你磕磕巴巴的，你还想染指上了？可把怎么了？你想来账不成？还账之期不是还有3天吗？啊，你提前拿着收据来我家狗叫什么？拿着欠条滚蛋！好，我看你这3天怎么弄那40贯啊！宝贝儿，等我啊！我急。夫君，我们去哪弄40贯钱呀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你拿去当了吧。不用，我做的错事我自己承担。又说大话，3天如何凑得齐40贯？看来你我的夫妻情分已尽。怎么还直接草根来了？听说他欠了刘老爷钱，3天后还不上，房子、田、老婆都是别人的。哦，原来是个败家子儿啊！哎，我可听说这王老爷跟他留了不少财产，这都被败光了，这都吃的草根了。呸，活该！就是，晦气。不是对，就是他了。干鸡毛呢，白小子儿？王四海，叫海哥。海哥呢？不是我说你，你呢别成天跟个二流子似的啊！那不都一样吗？你哥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不当二流子了。这样，我想了一招啊，一会儿你帮我挖点草根，回头我带你发家致富。草根啊，致富？你有病吧？哎，这么不上进呢？回头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化学的力量。哎呀，哎呀，冤啊！这我听四海说你饿的都拿草根充饥了。走，干哥回家吃点冬面去啊，咱们对付几天。汉山哥啊，好于心领了啊。但是这草根啊，我有大用。这草根我实在是挖不动了。汉山哥，你帮我挖会儿呗。这身子骨子弱的啊，这挖点草根能给你累成这样，歇着。哎，谢谢汉山哥啊。冤，这些够吗？行，够了，汉山哥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吧。行。能不能成，就看他了。成了。汉山哥，哎，小袁，这哪来的这么多活鱼啊？刚抓的呀。抓的啊，拿回去尝尝鲜。哎，这大哥可不能拿！哎呀，听大哥话，赶紧把这鱼拿鱼市上卖了还账。还账要紧！别撕吧，撕吧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玩意儿我那还有满满1大桶呢。我发明了一种捕鱼的法子，以后啊，这玩意儿多的是。拿着，哎呀，别撕吧，拿着。我拿着了啊，拿着吧。这样，你要是想干啊，你叫上虎子，我带你们一块儿干。行，走了。好嘞，慢走啊。
嚯！大山哥，哎，我看，看什么？这么多鱼啊，哪儿来的？这小袁送来的啊？红烧去了啊！嘿嘿，先前他不是还求着挖草根吃吗？这么多鱼哪儿来的呀？夫君去了这么久都没回来，难道是为了避债跑了？娘子，你看这么多鱼啊，夫君，你哪儿弄的这么多鱼啊？这些呀都是我在河里边用药抓的。药啊，哎，这个叫科学，跟你说了也不懂。我给你做鱼去啊。夫君这样的读书人，肯定是不会抓鱼的。这些鱼肯定来路不正。鱼来喽！哎呀，哎，愣着干嘛？来，尝尝。夫君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个鱼到底哪儿来的？娘子，这些鱼啊，真是我从河里边打的。哎，我发现了一种捕鱼的法子，以后咱们家就有吃不完的鱼。来呀，尝尝。真的？再不吃都凉了，快！好吃吗？哎，我吃饱了，你吃。哎呀，娘子，娘子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觉得你吃饭的时候特别好看，真的。来，坐，多吃点。成亲3年，夫君非打即骂，这还是第一次从夫君嘴里听到夸我好看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睡觉呀。要不你还是在床上睡吧，地上凉。我不用，我在地上睡就行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欺负你。真的？别怕。这前身不能人道啊，所以才会变着法儿的虐待自己的漂亮老婆。平日两人也从来不同床共枕。首钢皮种，首钢皮种，首钢皮种，皮种，夫君，夫君，咋呢？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啊，娘子啊，你先去后厨把饭做了啊，一会儿虎子跟大海他们就来了。行，那我去做了。哎，这不扯淡呢吗？这不是？哟，大山哥，虎子，这个尝尝我们家那口子炖的鱼。说小袁，你这又是炖鱼又是烙饼的，你这到底是要干嘛呀？你不说清楚啊！咱们兄弟俩可不敢吃。
哎，汉山哥，好好说话。汉山哥，哎，你记不记得昨天我让你帮我挖的草根儿啊？那个草根的汁液呀，对鱼有特殊的麻痹效果。我抓鱼全靠它。啊，所以昨天你送来那么多鱼。哎呦，小月，这可是你这个捕鱼的生计，你就告诉我们俩。汉山哥啊，都是一家人。虎子，听好了啊，这可是你渊哥的生计，切莫告诉他人。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大哥，谁要知道我就打断他的腿！哎呦，虎哥，彪哥，我也想吃这鱼，你带我一个呗。行啊！哎，四海兄弟，你这样，你帮我去弄几个鸡蛋过来。哎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偷俩。嗯，是去借2个鸡蛋啊！鱼给我留着啊，鱼给我留着。回来，小月，这地痞无赖，你招惹他干嘛呀？捕鱼这事儿，我们几个就够了。这捕鱼啊，也需要用鸡蛋。如果四海兄弟能帮咱们整来，也证明他有诚意。毕竟人多力量大，不是？这捕鱼还用鸡蛋？捕鱼的，吃饭，鸡蛋。这干嘛？哎呦，太浪费了！你就这么糟蹋东西啊！所谓抓鱼不打窝，抓到也不多。这到底要干嘛呀？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你这办法真能抓到鱼啊？对啊，元哥，行不行啊？就卖一点吧你们，这败家子儿啊！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我，哇，这么多鱼，愣着干嘛？抓呀！你们干嘛呢？组长，王源那小子抓了好多鱼啊！哎，站住！这不是败家子王渊吗？在哪儿弄了这么多鱼啊？哎，我说，大家伙儿乡里乡亲的，还不给啊？给大伙儿一家分一条。对，一家分一条。组长说的这样，这净额可是咱大家伙的。哎，对，你不能一个人吃独食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小袁啊，这组长出了名耐着年呀，给他分2条小鱼算了，这省得他鼓动大家，这对你影响不好。组长想吃鱼啊？是，没问题啊。四海，来，不，哎呀，来，组长，你的鱼。哎，谢谢了。乡亲们，这组长说的对，我们鱼多，河也是大家的，理应给大家分一分。那这地也是咱们小王村所有人的，凭什么组长他就能分几百亩啊？是不是也得给大家分一分啊？分，你也给我们分一分呗。还有，我外面还欠着刘有才几10贯的外债呢，组长大人是不是也得替我分担一下？去你的吧！老夫吃你一条鱼是看得起你，你个败家子儿，竟敢这么无礼！走，吃了。小月啊，你这把他得罪了，我担心他以后招你麻烦呀。没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有办法的。回吃鱼。嫂子，你看看渊哥多厉害呀，捕这么多鱼。福姐，你真厉害。这才对嘛！以后啊，就要像这样多笑笑，这样才好看。娘子，那就得辛苦你一下了。咱们去和面饼，晚上还吃鱼啊！哎，小袁，这鱼倒是不少，可明年要去市里卖，这路途遥远，这鱼要是死了就卖不上价了呀。是啊，渊哥。
放心吧，汉山哥。啊，你看，我呀早就把它绑好了。元哥，这是什么办法啊？这个呀叫弓鱼术，把鱼头跟鱼尾绑起来，让鳃露在外面，能够呼吸到更多的氧气，这样能够大大增加鱼存活的几率。元哥，氧气是什么？就是 H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反正信小渊的就是了。总之啊，大家放心，从今往后啊，只要有我一口肉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饿着。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哎，哭什么呀，四海？咋还哭了还？我想起我爹娘了，他们临走前，我问他们想吃啥，他们说想吃肉，一辈子都没吃过肉啊，没尝过鱼的滋味。我以为我会跟他们一样，没机会吃到一顿肉。今天，放心吧，四海兄弟，跟着你渊哥混3天，让你吃9顿。哭鼻子，丢人吧你！夫君，没事的，这个事儿只有咱俩知道，我不在乎。哦，你夫君天赋异禀，很快就好啊。可是我看夫君不太开心的样子呀。娘子，你说这天下会不会变得人人都有饭吃，人人都有衣穿，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兵荒马乱？夫君说的是天下大同，历朝历代都没有的。娘子，你还懂天下大同？唉，不过可惜了，以这个时代的科技生产力，很难实现天下大同。科技，夫君，你现在像变了一个人。我哪儿变了？从前你对汉山哥、大虎这些同族兄弟们理都不理的，但现在你是真心对他们好。对刘有才那种里长，以前你会很惧怕，不过现在似乎你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那你夫君变成这样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哎，娘子，那咱俩商量个事儿啊，这从今往后啊，你别叫我夫君了，你叫我老公。不行，老公是称呼阉人的。你等着。我夫君，这是我专门找郎中给你熬的，咱们家现在有钱了，喝得起。这是啊，娘子恩情，铭记于心。夫君，卖鱼的钱如果不够，这个镯子就拿去当了吧。不用，拿着。在家好好的，等我回来。走了。大家快来看看啊！你看这新鲜的活鱼，你看，哎，活蹦乱跳，哎呦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进庙烧香，见佛拜佛，不拜码头就敢卖鱼啊？谁给你的胆？收保护费的。二哥，这是范香龙，手下有几十号兄弟，想在这里做买卖，都得让他抽2成呢。抽2成，比衙门还多，你想的挺美呀。
这是老子的规矩，不交可以，鱼留下，人直接滚。有看，四海是那些兄弟嘛，这个钱我们肯定是会给的。只不过这个兄弟现在欠了一笔巨债，你看能不能等难关过了再给您钱？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和洒家称兄弟？哎呦，不服啊！你妈！他敢打我，干死他！彪哥，这家伙怎么处置？兄弟，我这人最讲究公平。四海，他刚刚打了你是吧？给我打回来。于二哥，要不算了吧，我也没怎么受伤。出了事我担着，给我打！今天打了我，就别想出现场。干什么呢？当街行凶闹事，你们不想活了？谁？这几个人居然敢打我，这打的哪是我呀？打的是您的脸呀！你们几个闹事的，跟我去趟县衙。哎，这位官爷，兴隆2年级童生见过官爷。童生啊，童生就可以闹事了？官爷。我这带着几个乡亲们在这集市上讨生活，是这个泼皮动手在先，还请官爷明察。对呀，是吗？信口雌黄啊！明明是他先打的我呀！我什么人您不知道吗？我多本分呀！官爷，其实兄弟们是在帮我筹备进京赶考的银子。你说我日后高中的话，明白了，原来是你小子闹事啊！跟我走。多谢。兄弟，他不就是一个童生吗？咱们怕他干嘛呀？你个鼠目寸光的蠢货！他年纪轻轻就中得童生，要是以后中了进士当了官，一句话就能让你我家破人亡。天底下最狠的就是这些读书人，况且他身边那个功夫了得，什么来路还不知道呢。你以后给我老实点。是。杨哥，咱们鱼都卖完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一共13贯17文，但是这也不够还你的债的呀。那怎么办啊？袁哥，捕鱼咱是来不及了，今天还是还债的最后一天。哎，袁哥，要不你把嫂子的镯子给当了，咱不是有这个捕鱼的秘法吗？咱赎回来就好了呀。也是个招啊。不用，我有办法。汉山哥，啊，你们拿着这个钱啊，去南市东华了，买什么我会告诉你们。买完之后啊，拿着东西来到赵家的铁匠铺来找我。今天啊，我带你们办件大事。啊！汉山哥，你看啊，这又让我们买紫檀、买皮靴、买玉佩的，这个钱又让我们买东买西的。我看啊，袁哥又开始败家了又。行了，听小渊的吧，他这么做啊，肯定有他的深意。啊，就按袁哥说的办，买。走。这就是钱神的舅舅赵大锤家吧？3年前，钱神执意要娶李欣然，舅舅苦劝无果之后，两家便再无来往了。清河，嘿，你怎么来呀？别整！娶了媳妇就把我忘了是吧？你给我放下！怎么跟你表哥说话呢？哎，老舅呢？去集市上买酒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表哥，
听说你成亲这3年一直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把家都给败光了，大家都喊你败家子儿，这是真的吗？别听那些人瞎说，你表哥是这种人吗？小渊，你来了。哎呀，让我看看。老九，其实之前吧，一直都是说了，我也知道你这几年过得不好，本来老舅也能早去看你的。清河呀，听说集市上有卖活鱼的，赶快去买2条，给你表哥好好补补。好嘞。哎，不用了。其实集市上那活鱼买卖是你表哥做的。哎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么大的生意，怎么可能是你做的？你不是在外面又欠了钱，找个月头来跟我们借钱的吧？不是，你看我大师哥，元哥，哎，客栈，啊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小月让我给你们买的呀。哇，又借高利贷了。大师哥，你误会了，小月没说吗？这都是卖鱼赚的钱。兰州的黑糖，蜀州的紫檀河，扬州的玉佩，刘家成衣坊的丝绸长袍和皮靴。表哥，你发财了，买这么多东西，莫不是？你是我表妹，还没出五福呢，想什么呢你？嘿嘿嘿，汉成哥，哎，漏斗、竹炭、石灰、碱水、黑糖都买了吧？这都买了。哎，但这要这些东西干嘛呀？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今天啊，带你们见证一样东西的诞生。哎呀，哇！元哥，石灰乳水好了。好，倒进来。哎，小月，这石灰乳要倒进去，这些糖可就都白瞎了啊！这你可不能这么糟蹋东西。咱们这些人，这一年连半斤黑糖都舍不得呀！是啊，元哥，这可是3斤黑糖啊！听我的，倒。表哥，爹，你快管管他，表哥你可是败家。要不珍珠，你再想想。我信元哥的，元哥说到就到。小月，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这糖分中的杂质啊，能够跟石灰乳中的钙离子发生化学反应，静置一段时间呢，沉淀下去的就是杂质，而飘在上面的就是干净的糖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小月是在制作黄糖呢，是不是？这黄糖可比黑糖贵1倍呢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元哥在这胡闹呢。但是小月不愧是读书人，读书人，黄糖就满足了。元哥，碱水煮的碳粉好了。好。哎，表哥，你这木炭怎么能倒入糖水里？你倒入糖水里，这还怎么喝啊？对，是啊，这可是黄糖啊！无法制作的黄泥磷糖根本没有办法制作白糖，而活性炭能够彻底分离糖分与杂质。啊，哎呀，跟你们说也听不懂。汉山哥啊，事在人为。如果大家之后要跟我一起做事，还请你们务必要相信我。不，元哥误会了，我100%相信元哥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四海，接个。哎，我。清河，尝尝。天啊，这是糖霜，雪白的糖霜，我从来没见过，这可比黄糖贵无数倍呀！这黄糖300文1斤，那是白糖呢，这最起码得500文。哥，600啊，最少800。表哥，你打算卖多少钱啊？表哥，你打扮一下挺认真啊。那是自然，
但我们卖个糖，至于吗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是吃的吗？哟！啊，行了行了啊，回头给你买。走。啊，这位公子缺点啥？喂，这位公子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把你们掌柜的叫来。老夫周长发。你就是这儿的掌柜的呀？本公子有笔大买卖想跟你谈谈，不知道感不感兴趣啊？什么买卖啊？听说你是这小破镇子上最大的糖商是吧？正是。那您是？京城王少。京城哪个王少啊？少哪个？长长眼吧。我这哪来的这么多的糖霜啊？唉，这小地方就是不行啊，还第一糖商呢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糖商吗？这个是西域传过来的水晶糖。今儿有口福了啊，尝尝吧。表哥真能装，明明是自己做的，怎么就成了西域水晶糖？怎么样？天哪！哇，简直比黑糖红糖好吃到爆啊！这位公子，你这糖虽然好，但是年关未到，恐怕是卖不上高价呀。哎呀，周掌柜的误会了，我们只是路过，顺便来打听一下你们镇子上的行情。既然周掌柜的不识货，那我们去别家看看。哎，公子，你这又是何意啊？我又没说不要。那我出1贯钱一斤，这诚意够了吧？瞧不起谁呢？真是！哎，3贯如何？啊！公子，5贯，这可是底线了。哦，看来周掌柜的是没有搞清这水晶糖的价值啊。公子，你的糖就算是再好，那说破天它也就是糖，5贯钱一斤糖，那就是县太爷他也吃不起呀。哎，谁说这水晶糖是用来吃的？那不能吃，能干啥呀？哎呀，看来周掌柜也算是一个上道之人啊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跟你说道。不知道周掌柜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啊，叫做买的不吃，吃的不买。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懂不懂？这水晶糖第一次传到大业，那是县太爷能吃得起的吗？啊，对。就算是3品以下的官员，那也只会把它拿来送给权贵，而谁收到了它，他就会记住送糖人的好。如此稀罕之物，只有像公子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得上拥有，对吗？好，你出价吧。30贯一斤，30贯一斤，成交。这不要少了吗？这不啊，卖的还是没有买的精啊！王公子，请看，这是4个10两一个的金元宝，还有20个10两一个的银元宝，请点收。不用点了，点小钱点了干嘛？那咱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走着。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
站起来！我站起来！财不败露，淡定点。看见后面那个人了吗？刘哥，他们在小肆的跟踪我们。这个周掌柜看面相就不是一个好人。若是我们以村民的打扮，恐怕连门都出不去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给他点教训。好。爹，你看啊，这都是表哥给我们买的，这么多东西呢。清河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劝劝你表哥？还欠那么多债没还，你就让他花这么多钱？我劝过表哥呀，谁让表哥心疼我们呢？好了，老舅，别怪清河了。来，这些啊是我给你买的衣服、鞋子，回头试试合不合身。你还欠多少？老舅给你补上。放心吧，老舅，已经够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汉山哥还在等我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回头再来看你啊。拜拜，表哥。走了，老舅，好，保重。钱花多少去？哎，哇！表哥什么时候放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哇！阿姐，鱼儿长大了，都知道心疼人了。可惜你不在了，要不然你也能享上福了。来，啥事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怎么了？今天大家都出力了啊！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今天大家都出力了，咱们一人分50两。50两，汉山哥出力最多，咱们多分他10两，没问题吧？别，这我们可不能要啊！你给我们买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们怎么能要呢？渊哥，我就是个没家的野人，平时饭都吃不饱，这钱我这钱我也不能要。虎子，这个钱啊，既然是大家一起努力赚来的，理当人人有份。虎子，韩山哥，那我们就收着了啊！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去。我怕刘有才讨债上门，新人一个人在家应付不来。你放心啊，他只要今天敢来，我们肯定让他有去无回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今天是你们家还钱的日子。你家那个败家子呢？我父亲去集市上卖鱼了，他晚上回来就还你钱。他抓一千斤鱼全卖了，他也卖不了40贯呢。其实我不想要钱，我就想要你的身子。我好怕！你知道这扎这嫩，这一扎进去，那血就满脸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用力，用力！你等我，我就告诉我自己。美人，大爷是跟你闹呢，开玩笑。走走走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就喜欢你这种刚烈的样子。住手！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得了你。刘有才，你个王八蛋啊！我他妈不在家，你带人上门欺负我媳妇儿是吧？哎，别说那废话，钱，收据呢？哎，刘老爷，四来，10两银子一个，4个正好40贯。父亲，你真的赚到了40贯？这门的，假的，都是铸了铁的，想蒙混我，哼，没门！刘三，你看都没看就说是假的，
你个乡巴佬，你见过钱吗？你知道什么是银子吗？我说他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跟我耍无赖是吧？你不就是想拖过今晚，等到我明天违约吗？我要银子，想要什么呀？铜钱。铜钱，拿不出铜钱，你就得跟我。大伙儿，还有人呢。药材40万铜钱，请住了。这铜钱磨损严重，我不收，我要金子。刘才，你欺人太甚呀你！姓刘的，我看了一眼，要银子说假的，要铜钱又说磨损严重，现在又说要金子，我看你是分明在找茬。小冤哥家产是吗？再敢这么欺我冤哥，信不信打死你？我怎么着？衙门的理政，你都敢打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脸上刻上那从军啊？从军为任了！太阳落山之前，你要是拿不出金子，就算你违约。我早就知道你这个王八蛋没安好心。来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个是不是他妈的金子？他是抢衙门的公房，还是挖了你家的祖坟呢？这么多钱！我告诉你啊，小爷我手段多了去了，只不过你个蠢货没必要知道。拿钱滚蛋！你这金子掺铜了，我不要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吃定了？我今天就吃定你。怎么着？你能奈我何？我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他就打我，我打你！我操！一个泼皮小吏，还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，村民不敢打你是吧？我这个同生打你！我看看到了公堂之上，县尊大人是帮着你还是向着我？今天这账能不能还？能还？拿钱滚！滚！拿钱！操！老爷，要不咱回小刘这叫人打回去吧？这么多年，咱还没被这么欺负过呢。你以为我会让他白欺负吗？我不知道要他的钱，我还要的。你，老爷，你这个可太毒了呀！这回这个败家子死定了。主角，你把他给打了，他不会来找人们复仇吧？他是咱们村里负责征收皇粮的，要是明年负责征收皇粮的时候他为难我们，那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呀。这一逼斗是解气了，以后的麻烦肯定少不了。是啊，好你个败家子儿啊！哎，你这是本性难改。好你个败家子儿，你真是本性难改。听说你把刘有才给打了，你知道你闯下了多大的祸吗？他是我们乡里的里长，明年收皇粮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说我们的粮食不行。哎，你让乡亲们可怎么活呀？这个就不用操心了，我已经想好办法了。我打算成立一个捕鱼队，带着乡亲们一块发家致富。捕鱼队？没错，咱们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不怕刘有才。袁哥说的对。之后啊，咱们每户抽调一个人，汉山哥担任队长，大伙4海，我担任副队长，每人每月1贯钱。你们啊，
3罐，3罐，而且每天3顿，每顿的标准就是有鱼有肉。只有有了钱，大家才会不怕刘有才那个王八蛋。毛头小子，你吹牛开这么高的工钱，等冰河结冻了，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，你也捕不到鱼。每月60贯，60贯呐！老夫倒要看看你能撑到几时啊！瞧好吧你。元哥，元哥，自从跟了你啊，我王四海才算活了个人样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嫌弃我这个无赖。从今天以后，我王四海的命就交给你了。元哥，俺也一样。小袁呀，这3关我活这么长时间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事儿，我担心你承担不下去啊。放心吧，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咱们几个啊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明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。夫君，这城里捕鱼队是好事儿，可是这工钱……放心吧，娘子，为夫知道。哎呀，我这以前这个败家子儿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，以至于会让你不自觉的联想。不过这次我有十足的把握。我相信你。哎，我给你带上啊。喜欢吗？夫君，谢谢你。成亲3年，这还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。燕子，之前是为夫不对，不该那么对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加倍的补偿你。父亲，啊，这原主可真是个畜生啊！怎么舍得对这么好的媳妇下手？怎么了，夫君？是我戴这个不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不好看啊！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。哎呦，让为夫这个小心脏啊砰砰直跳。哎，看摸摸。夫君，你变坏了。上次没要，还有吗？有啊！啊，那为夫可太坏了！哎，这药真有劲儿！哎呀，夫君，我去给你打盆洗脚水，你先坐。哎。哪里来的贼人，敢闯我渊哥家，找死！是大虎的声音，现在没事了。站住！大虎，别追！开门。嫂子，渊哥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渊哥，俺没事儿。要不是他们使用暗器，那3个毛贼一个都跑不了。他们刚才有一个被俺打伤了肩膀，还有一个被我打了一拳，一定受了内伤。哼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家里会进贼？俺大哥说了，你昨天露富了，担心贼人眼红，所以俺就过来给你守夜了。有钱了？那你刚才过来守夜，你在外面全都听……啊，嫂子，俺可什么都没听到啊。岳哥，我去外面啊。下回小点声。元哥，我昨晚家里进贼了，50两银子全丢了。
我对不起你，我把一次都丢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起来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以后别动不动下跪啊！那是50两银子呀！我昨天说了，我不要，你非给我，这下全丢了吧？我操！你跟娘的说的有点道理啊！哎，但那不是我的钱，那你哭什么？好像是啊。汉山哥，50两银子呀，全丢了呀！行了，别哭了啊！这本来也是人家的钱，你50两没丢，我全丢了。这群人来者不善，如果不能将他们彻底铲除的话，咱们日后的发展恐怕没有安生的日子。方圆几十里的毛头小子我都认识，15里以外，郭家庄有个叫郭仓的，以前当过兵，手上有功夫。退伍之后，带了2个小弟做起了飞贼，是这一片的狠角色。元哥，昨天我把那人伤了，只要找到他，抓住他，一验便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会会他们。如果要是真是他们干的话，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汉山哥，哎，今天是捕鱼队开工的第1天，你带着村民接着捕鱼。四海盗火，跟我走一趟。小院呀，这即便郭仓是贼，这我担心你们直接去郭江庄抓人，他们族人也不一定让你们直接就把他给抓走，这双拳难敌4手啊！是啊，岳阳哥，太危险了，要不这钱咱不要了吧？这是钱的事吗？这些人肆无忌惮惯了，如果你今天被欺负了还忍气吞声，这些人下次还敢，信不信？所以，咱们必须得干他们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元哥，啊，这是捕头的家，这得贪多少啊？你们几个土老帽来这儿溜达啥呀？滚一边溜达去！说什么呢？记时不记打是不是？哎，大伙儿去通报一声，就说小王村王渊前来拜会邢大人。啊，这呀，秦爷，元哥，这能行吗？咱上一次刚在鱼市跟秦三起冲突，他能帮我们抓贼吗？什么冲突？不是解决了吗？哎，再说了，为民抓贼那是天经地义，放心。好，王同生好本事啊！邢大人，几日不见，听说你把刘有才打。这刘有才呀，横情乡里，鱼肉百姓，在下气不过，又出手教训了一下。你胆子不小，不知今日找我何事啊？四海，邢大人，我叫王四海，我要报案，有人偷了我50两银子。我听说过你，整日里游手好闲，偷鸡摸狗，就你能有50两银子？就算你真有，我也无从找起，恐怕要让王同生失望了。邢大人，哎呀，其实这50两啊，是我给四海兄弟的。之前呢，四海确实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不过他是我兄弟，我这人很简单啊，做敌人咱心狠手辣，但是做兄弟我就让他吃香喝辣。不知道邢大人怎么说呀？看来这败家子儿的家底还真够厚啊！这个油水可不能错过了。你跟我说这些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10两银子呀，是给邢大人手底下的人喝酒的。至于邢大人吧，咱们细水长流。偷窃！居然有人在我的地盘偷窃！抓！必须抓！哎呀，几位官差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啊？快叫你儿子出来束手就擒，他的事儿犯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救他！你自己干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？啊！来人，带走！
快这路我觉得我这不成器的儿子做罪，都是为了我老婆子买药啊！我钱都是我花的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！多脑官府办案，同罪处理，全部带走。放过我儿子，求求你！大人，祸不及家人，一定放过我娘啊！元哥，其实他也是好人，给老夫下葬，老母生病，当佃户，粮食也吃不饱，只能当贼了。带走。哎，邢大人，我来处理啊。元公子，元帅，昨晚小王庄的银子是你偷的吧？是我偷的。是谁指使你的？昨晚小王庄的银子是你偷的吧？是我偷的。是谁指使你的？不说是吧？来人，带走！先把你娘扶起来吧。谢公子，娘，你先起来。是谁指使的？我心里边清楚。你不说，我也不逼你。四海，昨天那50两银子，回头我替你补上。啊，这钱就当做是给你娘看病的了。看在你偏小心的份上，这位公子老身给跪下了，使不得。哎呀，儿啊，恩人救了你一命，你还不快跟恩公讲实话？你快说！我说，是刘有才指使了我。刘有才这个王八蛋，我饶不了他！元公子，今日大恩我无以为报，以后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郭仓誓死报答。不用你死，既然事儿是你做的，替我当个人证没问题吧？任凭公子吩咐。邢大人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就是刘家庄的刘有才指使郭仓偷的银子，抓人吧。且慢。王公子，这你就说笑了。我和刘有才都是县衙的人，我要把他给抓了，我以后还怎么混？我拿你10两银子，就是给你抓个小毛贼，可不是扳倒一个里长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真办不成？办不成，我加钱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我邢三向来铁面无私，秉公执法，怎么可能会为了东爱同僚呢？走，办他！公子听说他交代给你的事情办砸了，很不高兴。徐管家，这事真不赖我，谁知道那败家子不知道从哪来了那么多钱啊！要金子有金子，要银子有银子，我这也没办法，不是？哎呀，您喝茶。还听说你对李善动手了，怎么了？公子的女人你也敢冒？哎呀，徐管家，那娘们太瘦了，她根本就不是我的菜，我就是吓唬的。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对，别忘了里长怎么来的。哎，对，忘不了。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你不就是个管家吗？不好了，秦三带着这个手下和王爷进村了，开车去来惹善。什么？一定是郭汤那小子出卖的我，他个废物，连个败家子他都杀不了。遇事儿，黄毛啊，叫几个人带上股家伙，我们去会他。好嘞。没吃饭吗？吃多了是吗？来了，我毛啊！
红三儿，你个王八蛋！咱们都是衙门里的人，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哎，这个败家子儿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他媳妇儿讨的妾给你用了。刘有才，别他娘胡说八道！我邢三向来秉公执法，从不以权谋私。倒是你啊，身为里长，却指使他人入室盗窃，知法犯法，按罪可是要次次充军的。你他娘的知道老子是里长，怎么可能跟这种小屁孩同流合污呢？是他娘知道啊！郭川，就是他让我去你家偷钱杀人的岳少爷。这败家子儿怎么说动郭仓来作证呢？他就不怕我事后报复？人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还说你他娘的栽赃陷害呢。行，你行。既然你拒不认罪，咱们去县衙请大老爷断案。老子没时间，老子现在在这忙着骂你们呢。去县衙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一定是这小子在中间的挑拨离间。乡亲们啊，听我的，谁能抓住他，给我往死了打，我免你们1年地租。谁能抓住他，给我往死了打，我免你们1年地租。我上，快，谁干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县衙捕快，在为官府办事。你们要对抗王法吗？嘿，本大人也是给县府办事儿的。哎，不用听他的，谁能抓住这小子，免1年地租啊！上，别动！哎呦，这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告诉你，他敢动手，我头给你们。王公子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这帮刁民穷疯了，给他们几10贯铜钱，就敢与官府对抗了。他不敢。10贯钱就乡亲们，慢着。我知道，大家平时生活的都非常的困难啊。这个王八蛋平时欺负你们，然后你们今天还帮他，这都叫迫不得已。但是啊，如果你们今天不帮这个刘有才，我王渊每人给你们1贯钱。1贯钱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如果你们生活确实揭不开锅了，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小王村的捕鱼队啊，1天3顿大饼炖肉，谁来？我来。大饼呢？肉呢？钱呢？我算反了！我就这个吹牛！乡亲们，真的钱，真没出钱。喂，这边。真有啊！刘有才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刘有才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哎呦，怎么说那话？你是元哥，叫我什么？干爹！我嘴闭上！我没你这种儿子啊，磕巴的。辛苦。别走。我说这不对呀！王远，你这叫放虎归。带走！我身边有人儿。这败家子什么时候这么有能耐了？连刘有才都干不过他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公子。快点，彪哥，这就是县衙呀！没想到我也有来衙门的一天啊！等等，
刘公子，少爷，难道刘有才和刘家有关系？若真是如此，就棘手了。少爷，你可算来了！少爷，你可算来了！我这些事儿呢，都是为了。刘建业，原主的同床同生，自幼爱慕李欣然，后因李家败我，刘家避嫌，这才让李欣然嫁给原主。王兄，别来无恙。你来干什么？王兄还是快人快语，那我就不藏着掖。此人是我刘家远房一表叔，不知如何冒犯了王兄，我来赔个不是，看在小弟的面子上，放了他一马，如何？你知道我们刘家的实力吗？就连县太爷都得给我们面子，何况我们家公子又中了秀才，还死你就像踩死我一样简单。听话，给我放开！我要是不呢？你要是不呢？那你就去递，我保准你的状子递不到县太爷的桌子上。笑什么？我还没笑呢。刘有才设计让我欠下赌债，害得我把欣然跟房产都抵押了，这事是你主谋吧？哎呦，他比盛学周聪明了哈。你就是个泥腿子，你怎么配得上欣然呢？要不是欣家出了变故，怎么会轮到你？我和欣然青梅竹马，他本来就是我的。现在是我的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银子，我知道。这是1000两，拿了钱滚蛋，不然以后有你好果子吃。这里面的水怎么这么深啊？早知道说什么也不卷进来了。刘家的势力我可都对不起啊！你一个读书人，行事怎么跟个流氓一样？多谢！操！哎呦我去！他打我！他打我！帅，小门人格，我们后面再收拾他。惦记我媳妇儿，还想毁了我，打你都算轻的。你大言不惭啊！你打我1拳，你信不信我还你100拳？这是我们老刘家，在这个县，谁敢动我们老刘家？这不就有了吗？我不仅打你，哎，我还取你的青梅竹马，我还能毁了你，信不信？你也配？你就是个童生啊！我是什么？你就是个泥腿子！我是谁？犊子。我是犊子，是刘家嫡子。凭学识，凭地位，你拿什么毁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只需要把你做的那些龌龊之事找了一个戏班子，我给他写成一出戏，人家唱一场，我给人家10两，不出3个月你就臭名昭著了，信不信？到时候提学官还会革去你的功名，让你永远不能参加科举。你怎么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哎呀，不对，不过这种方式太费钱了。有了，咱写成一个告示，写他个1000张，到时候啊，郡城贴500张，州城贴500张，这样是不是更快啊？不，你你就是个流氓！我讲，我真有媳妇，等会儿，拿了钱就不该办事了吧？看心情。你过来。别说你拜他为义父了。哎，这事我没认啊。这进去之后嘴巴严实点，你多说一句话，我让你赐4从军的资格都没有，滚回去。
走，对我温柔点，我上边有名。哎，你怎么不磕巴了？没想到吧？这是作为反派的基本设计。多谢邢大人，王公子客气了。这刘有才勾结盗贼，最起码判自配充军3年。王公子这次大获全胜，邢某佩服啊！以后还望多多关照。好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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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细水长流嘛。对，细水长流，长流，长流。星爷，你干嘛替这童生办事啊？还替他扳倒里长？你个蠢货，你懂什么？我这可不是替他办事，我是替银子办事。谁会傻的跟银子过不去呢？这童生的本事你也看到了，以后在于市小心点。是。放开你东西！那小浪蹄子都嫁人3年了，你还勾结小丽想夺回来，还当街被人打脸，真是有辱斯文！我们刘家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不是的，爹，我又不是没见过女人，怎么会喜欢这种有妇之妇呢？我想得到李欣然，都是为了咱们老刘家呀。哦，李欣然的父亲李不一马上就要在朝堂得势了。李不一有一好友，现在已经封为左相了。皇上为了制衡右相，扶持左相，李不一马上就要平步青云了呀。那我娶了李欣然，咱们家不就站起来了？可李家宦海沉浮几十年，这弄不好咱们刘家也有灭顶之灾。富贵险中求啊！我们刘家有这几十名门望族，是得冒点险。这当年李家遭难，急着嫁女避祸，咱们刘家自然要撇清干系。可谁曾想，如今李家转危为安，那丫头宁死也不悔恨。你打算如何让这倔丫头回心转意啊，父亲？不用我打算，那李欣然嫁给那废物之后，那废物日日对他大骂，对我的欣然日以为师灭。大姐，出息！父亲，就算那李欣然不愿意改嫁，我们让他那个短命鬼的丈夫意外身亡，他不就改嫁了吗？我和欣然那是青衣竹马呀。你是刘家读书的种子，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羽毛。这种沾染污泥的事情，以后不许再碰了。家族里自然有人替你做得干干净净。浩章哥，哎哥，怎么样？姐，你看都卖光了，30多罐呢。可以。哎，不过啊，这大哥担心，自从上次这个樊江龙这事儿之后，他虽然没再对我们出游，但是看我们生意这么好，他迟早会忍不住啊。不是樊江龙忍不住，而是他背后的邢三忍不忍得住。不会吧，渊哥，这邢三刚帮我们扳倒了李有才，不会这么快对我翻脸吧？对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肯帮咱们，那不过是看在钱的面子上。他既然能为了钱来帮咱们，自然也会为了钱来对付他们。那怎么办呀？你赶紧想想办法啊！这邢三可是专门负责于事的，他要是闹起来，我们还真奈何不了他。没事，哈山哥，他要是敢动手，咱们连刘有才都能送进去，还怕他个泼皮小吏不成？哎，媳妇儿，父亲，嫂子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嚯！让我亲一口。有什么？都是自己人，况且他们看不见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来，终于来了，虎哥，为什么来了？恩公，你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无以为报。
这是我娘让我去抓的鸡和鸡蛋，不值什么钱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你家过得也不容易，拿回去吧，给你娘补补身子。文公，你要是不收下，我就一直跪在这儿。哎呀，起来，来起来。行，那我收下了，收了。哎，行。哎，国堂兄弟，你这之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文公，我以后就算是饿死了，也不会再当贼了。那这样吧，你呢就加入我们的捕鱼队，跟我们一块干，跟其他人的工钱一样，每月1贯。多谢恩公，我以后一定拼命的干。那就欢迎国仓兄弟。那我先给你们泡茶喝。哎，兄弟，上回全中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都过去了啊。哎呀，虽然咱们打倒了刘有才啊，但是他背后还有邢三，还有范江龙，县城还有刘家，他们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咱们发扬壮大起来的，所以咱们还是要有一些自保的力量。月啊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打算训练村民练武，凡是加入咱们捕鱼队的，闲暇时间都要接受专业的武术训练。国仓虎子，你们2个各自带领一队村民进行训练。是。元哥，你这个提议好啊！我看还有哪个不长眼的泼皮无赖敢过来找事儿，到时候我们自己把他给解决了。月啊，这训练村民倒是可以，但是我们没有武器啊。寒山哥，忘了咱就是干啥的了？我给他了一种秘法，能够让他做出一批钢来，给咱们打造兵器。这钢是什么呀？这铁呀，经过了千锤百炼，就变成了钢，并且能够削铁如泥。这可是神兵利器啊！你可千万要保密，这要让朝廷知道了，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啊！放心吧，我相信国仓兄弟。还有个事儿啊，这四海跟大虎年龄也都不小了，是时候该成家了。元哥，我还小，小没事啊，你嫂子有药。我年龄小，哎，都小。哎，这个小袁说的对啊，哎，你确实该成家。小袁，那我就联系工人取木料，准备盖房子这件事儿。谢嫂子。不过小袁啊，咱们这又是捕鱼又是忙这些事儿的，这花销越来越大，我们该找个帐篷先生了。这段时间确实忙不过来，交给别人呢又不放心，是个难题啊。夫君，要不我来管账吧，我学过算术的。有老婆大人管账，夫君当然放心。元哥，你跟嫂子的感情真好。元哥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的媳妇儿也像嫂子这样知书达理的媳妇儿？元哥，元哥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想什么呢？夫君刚才这么当众称呼我，真是羞死人了！以后我都没脸见人了。哎，告诉夫君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那个，只要娘子你喜欢，夫君才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啊，夫君，我想回娘家一趟。为啥回娘家呀？我二哥从县城捎信给我，说嫂子病了，想见我一面。哦，行，那夫君陪你回去。夫君，你到了二哥家，二哥要是跟你说了什么，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原主每次被李二哥讥讽之后，回家都会拿李欣然出气。放心吧，看在老婆大人的面子上，即使二舅子打我，我呢，我最多吐他一脸。
夫君现在真爱开玩笑，二哥是举人，怎么会动手打人呢？夫君，你现在对我真好，我有的时候真怕这是一场梦，醒来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娘子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是我太胡闹了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肯定好好对你。元哥，走人吧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娘子，我呢给你准备了点惊喜，等我啊。回来了，元哥，猪油、石灰、干花瓣、香料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先把猪油炼出来，再把干花瓣跟香料和在一起磨成粉。元哥，咱们这是要干嘛呀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元哥，猪油熬好了，哦，差不多了，倒。啊，元哥，这上好的猪油往这儿倒，我们糟蹋了。是啊，元哥，这猪油家家户户可是好东西，没几个吃得起的，倒进去不全糟蹋了？你相不相信你元哥？啊，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啊，来倒，快点，倒。哦，倒。元哥，好了，这黏黏糊糊的啥玩意儿啊？怪香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叫香皂，也是咱们下一个发财的机会。发财？娘子，闻闻。好香啊！这个可比皂角胰子好用多了。打盆水过来，来试试。来，这咱也试试。哎，洗的好干净啊！怎么样？真的好香啊，而且还洗得这么干净。夫君，你真厉害。没想到这个石灰水和猪油掺在一块儿，能生出这么个好东西啊！好神奇。而且它还这么香，那些大户人家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干嘛呢？你们觉得这桶香皂卖多少钱合适？成本多少？光成本就200文了。那这么说，这一桶怎么也能卖1贯钱吧？1贯钱？你夫君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就挣1贯钱啊？告诉你们啊，这个叫奢侈品，而奢侈品的价格从来都不是按成本来定的，所以这桶香皂的价格说出来，吓死你！元哥，这黏不拉几的，这咋卖呀？这是啊，元哥。这是什么？哎，青爷，小王村这帮泥腿子最近卖鱼是真不少挣啊，咱不抽点钱那不亏了吗？一帮村民一天能卖多少鱼？还特意你跑来告诉我。我让兄弟们查了，他们每天最起码能卖500-600斤鱼，最起码能挣30贯，那1个月就是1000贯呀！咱们只抽2成，就2成，那每个月都200贯。当真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秘法，每天能打那么多鱼，而且他们用了什么特殊的方式把鱼绑起来？绑起来？就像这样，这样他们每天卖出去的全是活鱼，而且价格也会高。没想到这王渊本事还真不小啊，每个月1000贯，这油水真不小。邢爷，您不用怕那个王家的小童生，他早就不上学了，身边就2个能打的。到时候我都想好了，找几个官兵围场，再找几个弓箭手帮忙，把他们一包围，他们插翅难飞。到时候别说200贯、400贯、800贯，到时候整个衙门都是咱们的呀！怎么，
你在教我做事啊？不敢陈爷，主要是最近兄弟们怨声载道的，商户们见那些王家村的不抽成，现在交钱也不利索呀。慢慢这么的，兄弟们全跑来了。还在教我做事？你以为我是怕他一个童生吗？我要想对付他，有99种办法。只是大老爷初到富县，局势不明，马主不让我最近不要生事。只是这财帛动人心啊！那邢爷的意思是，你们这几天照旧，等我禀报马主簿，安排好人手，你们再动手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妹妹，哎呀，妹妹，就这儿。妹妹呀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你嫂嫂啊，想你想的都生病了。嫂子现在怎么样了？已无大碍，这不主要是因为想你吗？那个小兰，带小姐先去见过夫人。我们一起吧。哎，妹妹，你自己放心前去，我跟她还有话讲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为难她。放心啊，去吧。你个王八蛋败家子，把我妹妹写在荐据上抵押出去，你还敢有脸来？你哪来的脸呢你？其实我这……闭嘴！王爷，妹夫，哎呦，来了，这我哥啊！哎，死粗鲁！王源，我和李家可是世交啊，和欣然更是青梅竹马。妹夫，你这么欺辱欣然，我定会告知三师兄前来惩治你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能当我们李家的女婿啊？好妹夫，刘建业，这一切不是你设计的吗？放屁！那你欺辱了欣然，也是我设计的。你我什么我？你什么我？干嘛我？妹夫，不与他一般见识。你先前去，百里兄我已经给你请来了。百里兄可是两榜进士呀，你但凡与他学习一二，这学业上必定突飞猛进，蹭蹭的。百里兄在此多候了，我先进去。走。你也随我进来了。这都是我李家不懂礼数。这刘建业设局让原主欠债，现在又来李家添油加醋，上蹿下跳。今天啊，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你不可。嫂子，这些都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礼物。妹妹，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。嫂子，夫君之前确实是有些暴躁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。暴躁？哈，你可真会为他说话。要我说啊，你可是李家大小姐，父亲在朝中有再起之事，你完全可以再嫁入大户人家。但好女不二嫁，我既嫁给了夫君，必然生死相随。好女不二嫁，我既嫁给了夫君，必然生死相随。刘建业几次登门，说心里仍念着你。当年是他父亲阻挠，如今他仍愿八抬大轿娶你做少奶奶。当时父亲落难的时候，刘家躲得远远的，现在只不过是想攀附。嫂子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你哥也这么说，可那败家子打你，还干出抵押你的事儿，这让我们如何放心？夫君现在待我很好，抵押的事情也已经解决了，嫂子不用担心。还有父亲，他虽富起，但朝堂复杂，仍需打点。李家财力单薄，若能与刘家联姻，便能互相扶持。这也是你哥的意思，对刘家、对你、对家族都好。为父亲，我割肉入药都行，但改嫁刘家，我宁死不从。嫂子，这是夫君为你准备的东西，我去见哥哥。早说了，这丫头不听劝。
子哪儿来的？百里兄，您怎么还亲自出来迎？哎呀，无忧贤弟幸会啦，冒昧打扰了啊！这就是咱建业贤弟，晚辈刘建业，拜见百里兄。哎呀，幸会幸会。王渊呐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数？见到百里兄为何不行礼呀？你这是妥妥的流氓行径。百里兄，此流氓啊，就是在乡下上了几年学，侥幸得了个童生，不懂什么礼节。我刘建业代他给您赔罪。哎呀，无妨，磕一个呀。你磕一个呀？你凭什么替我赔罪啊？古有替父从军，替父还债，怎么我是你爹呀你？你磕一个我就让你替我。你看，哎呀，这位小友还挺有意思的。哟，不妨你替我介绍介绍。是刘百里兄啊，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。这次匆匆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哎呀，近日朝廷边患频发，财政吃紧，增加各地的赋税啊，刻不容缓。我就是希望各位贤弟啊，能帮我出良策。哎呀，好说，建业贤弟。百里兄，增加赋税也就2点。首先是商，增设关卡，清查户，农清点流民，清查户籍，此法必能增加赋税。你笑什么？空谈国家大事，什么农啊商啊，你说再多有个屁用？这位小友有何高见？不妨说来听听。他有什么高见？百里兄，他就是个乡下读书的泥腿子，侥幸上的童生，他能对赋税有什么高见吗？赋税我确实不懂，但是搞钱嘛，咱专业呀。赋税就是搞钱呀。你这个想法真的耳目一新呐。继续说。这搞钱嘛，顾名思义，那就是谁有钱，咱们就搞谁的。你像那苦哈哈的老百姓，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钱，你费力不讨好啊。继续，那如何搞嘛？拆市坊之墙，郡县不再设市坊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做生意。这个想法好啊，好啊！除了拆市坊之墙，我们还要搞一些夜间经济。何为夜间经济啊？就是晚上也能做生意。他要去青楼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什么戏班子呀、花灯什么的都搞起来，让这些有钱的人晚上有出来消费的冲动。我没有。我们还可以让百姓在街边摆上摊儿啊，做小买卖，卖点祖传的小手艺什么的。这样一来，那就没人能闲得住了。有钱的出来花钱，没钱的出来赚钱，整个富县的经济活了。这败家子儿好像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哎呀，精辟呀，先生！哎呀，小友太有高见了，他是下去，你这是嘴贱硬，你看看。够了，他动手！哎呀，多能人，这就是流氓行径啊！百里先生，此法听似不错，其实隐患极大呀。开放了坊市，流寇必定大大增加，后患无穷啊！流寇可以增加巡捕便是，不要因噎废食。继续说。哎呀，其实呢，到这儿已经差不多了。只要咱们县城的经济活了，这些有钱的乡绅就会来到县城，百姓的数量也能增加。到时候，咱们官府啊，可以建房卖地，搞房地产。什么？这样呢，也能增加百姓的生计。哎呀，此乃大善呐！我现在就上书朝廷，将小友之话全部写上。百里兄，大善吗？这不善呐！坊市制度乃朝廷所立，谁人敢废除？何况是百里兄啊！我也不敢呐，不可。我不为经上所喜，贬低至此，就算上书，恐怕也没有用。我二舅哥说的对，此举啊，是会遭到人的非议。这不是？但读书人啊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事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总得做点什么吧？不是，这个流氓怎么能说出这种千古绝句啊？这4句虽可名扬天下，但没有功名仍上不了台面，做不了李家女婿。杨子，夫君，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胸怀，真让人神清气荡。哎，你夫君我刚才帅不帅？帅？哦，就是好看的。夫君在我心里一直是最帅的。你也好看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世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嘿，刘贤弟，这位先生和你什么关系啊？他现在家住何方？我想去他家里拜访啊。百里兄，先莫急躁，有点复杂啊。北平乡小王村找王渊。你想，启禀大人，有调民侨登文谷，状告县衙巡捕，徇私枉法。什么？二位，来日再去。走。新来的县令啊！百里侯、百里兄、百里县尊吗？跟你说过了。三师兄，回去。对，老爷叫您回去呢。哎，那个不着急，你看那个小流氓啊，去哪儿了吗？他好像是去西市卖什么香皂。香皂，你去通知那条街的所有商户都不准买他的香皂，谁要是买，那就是跟我们老邻居作对。小流氓，跟我斗！夫君，你快过来看，竟然给咱们带了香皂和水晶糖，都是王渊做的，还有这么多钱，没想到那败家子儿真有这本事。你这都是妇人之见，这都是些小打小闹的东西，哪赶得上那刘家3代盐商啊？夫人吧，你抽时间还得跟妹妹好好讲一讲，让她抓紧离开那个败家子。想我李家书香门第，丢不起这个人。也是，让我回头再跟妹妹说说。哎呀，你这个东西好啊，洗得干净，味道还特别清香。那是自然，不知道掌柜的有没有兴趣跟我做上这笔买卖啊？嗨，我当然。掌柜，不好了！好，去。王少爷，您的香皂，小店不能买了，抱歉。可否告知原因？实不相瞒，刘家大少爷放出话来了，谁要是买，谁就是跟他作对，所以无妨，多谢告知。走吧。夫君，我们已经把所有商户都问过了，没有人愿意买我们的香皂。我的刘家处处跟叶哥作对，谁他把他们给灭了？走。哎，等等！哦，这位小姐，冒昧打扰，在下新研制出了一款产品啊，就是这个，它能够美白护肤、去污增香，远超寻常的椅子。小姐，要不要试一下？我家小姐不用来历不明的东西，滚开！慢着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啊！你这东西大
香真好闻。不知公子卖多少钱一块？2贯钱一块。大小姐，万万舍不得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收？这是刘家大少爷传过话来，让我们胡家给他个面子。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小钱得罪刘家，所以小钱？你是胡家的掌柜，还是刘家的？这是一点小钱吗？小人知错了。你交代一下店里的账目，去乡下收租吧。要是做得好，还可以回来。多谢大小姐开恩。这胡家小姐驭人之术了得，既罚了掌柜，又留了希望，让他甘心卖力，盼着重回。不知这样的香皂，公子有多少？要多少有多少，量大且管饱。那如果我全要了，怎么卖？既然胡大小姐诚心要买，那我就1贯钱一块。好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这样的香皂，整个城中，公子只能卖给我一个人。胡大小姐这是想当我的周代理？周代理啊？这个说法倒是新鲜。对，我就是要做你的周代理。行，如果胡大小姐能够把我的香皂在3个月之内卖给成州旗下的每一个县，那这周代理自然是属于小姐的。可以，这是定金。1个月后，小女子在胡府恭候公子大驾。不过元哥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买咱们的香皂啊？啊，我观此人衣着不凡，且佩戴面纱，而且我早就听闻这胡家的大小姐对气味极其敏感，所以这才贸然贸然一试。不愧是你啊，元哥啊！不过我听说这胡大小姐是个狐狸精啊，我知道，咱们真的要跟她合作。什么是狐狸精？她一共结过3次婚啊，每次不超过1个月，夫君就暴毙身亡，城里人都说她是狐狸精。夫君，狐狸精专门吸男人阳气的，你要不换个人吧，别和他合作了。是啊，娘子放心，你夫君阳气旺，扛得住。我不管他是什么妖魔鬼怪，为了咱们这个家，夫君一定让他尝尝你夫君的手段。出事了，元哥！安江龙袭击了麦渔村，大火还手，反被新三给抓走了。弟兄们无奈敲了登门鼓，让我过来通知你。什么？这怎么办啊，元哥？那邢三早不动手，晚不动手，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，是不是有点蹊跷啊？夫君，你的意思是说邢三背后有人指使？或许吧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先把事情搞清楚。走。阿主播，事情安排好了，内帮刁民，敲登门鼓啊！好，办得好。等县尊升堂，便坐实了他们刁民的身份。只是小人有一事不解，前几日县尊断案判他们赢，这个时候把他们弄成刁民，这不等于是打县尊的脸吗？万一县尊怪罪下来，邢三儿啊，我问你，衙门到底谁说了算？那自然是您了。这位县尊大人为了一帮刁民，竟然将里长下狱，若长此以往，还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？所以，我这次就是要让大老爷看清楚，这衙门以后到底谁说了算。这件事你做好了，总捕头的位置我给你留着。多谢大人栽培，大人您一定为小人做主啊！皇上何人？状告何事？大人，草民北林乡守望村人士，状告衙门不通，行三。
还有于氏、范家龙，他们欺行霸市，还请大人明察。王想，小王村原来是先生亲族，难怪这般胆大。前次告了里长，今又告巡捕。马前既然敢出手，必是设好了局，要当众舍我颜面，夺我权柄。林三，你可有话说？大人冤枉！小人巡查于氏多年，一直兢兢业业，从未拿过商户一厘一毫，还请大人传讯商户，还小人一个清白。大人，小人长得清清秀秀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明明是这个壮汉天天欺辱我。你看我身上这些伤，若不是巡捕头，我可能早就死了呀！请大人还我一个清白。你胡说！他明明是于霸，他是你的后台。够了，不要怕，本官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大人英明。我听说你有个花名叫翻江龙啊，都是道上的兄弟抬二。大胆，竟敢称龙，龙乃太子！一个小小百姓妄自称龙，简直是十恶不赦！来，我重打40大板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都是他们瞎起的呀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巡捕头，求求我呀！我不想死啊！给我闭嘴！胡乱起名，罪有应得。就算真打死，也有家人给你收尸。好个进士老爷，转眼就给邢三扣上僭越之罪。大人被打晕过去了，带下去。马前，去于氏找些商户，问清实情，告诉他们，无论他们后台是谁，本县都会秉公执法，为他们讨回公道。这些商户精明得很，岂会因为县尊几句空话就强出头？铁打的蓄力，流水的官儿，二老爷这局稳了。这些商户只会指认小王村是刁民，此案一时3年，架空县令，犯刘有才案，把那童生下狱充军，刘家所托也算完成了。不用了，院子，人我已经带来了。原来他就是新来的县尊。草民王渊见过县尊大人，这些商户可以作证，在市场上欺行霸市的就是翻江龙和他背后的邢三。县老爷，我作证，于霸就是翻江龙，邢三就是他的后台。邢三威胁我们不诬陷小王村，他就要我们好看。大人，他还说在公堂之上，我们若敢咬他，自有别的大人替他撑腰。都闭嘴，别胡说八道。这王渊好大的本事，居然能说动商户，看来是我小瞧他了。大人，饶命啊！这些事情都是他马家。好你个邢三儿！身为捕头，你竟然伙同当地地痞流氓韩剥商户，欺压良民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县尊大人为之请求，将邢三儿抄家，赐字从军。为之请求，将邢三儿抄家，赐字从军。不愧是先生，居然可以说动商户作证，助我斩掉马前一臂。好，就按马大人所言，将邢三革职从军。小王村全体村民无罪，当庭释放。谢大人。在这。怎么了，大虎？杨哥，你对我多好！好。做兄弟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哥哥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亲哥。行了，大老爷们哭哭唧唧的，
有木鱼哭了啊！当初不是说好了吗？有福同享。有难同当。父亲，这王渊必须马上处理。如今县衙拿到证据，他已攀上了胡家，势力马上比我们大了。不如让黑虎山出手，趁他根基未稳，学习小王村灭口。勾结黑虎山马匪，若被官府知晓，后果你可清楚？父亲，若是让他做到，他又攀上了李家，我们就翻不了身了。我会安排的，记住，事成之后，万万不可透露半点风声。马匪之事，斩之尽。父亲，我肯定知道清楚。走。大大家的，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，事成之后啊，定有重谢。刘家哥哥太客气了，我们是多年的兄弟，这点事儿我给他办了。那大当家的多费心了。老二，你先下山摸清楚情况。行，这事交给我就行了，不用麻烦二哥。下山之后少去窑子下工啊。说你呢。三哥，我说兄弟，哎，你也来小牛踩点啊！我现在是不是想当那发财的和尚？黑虎山竟盯上渊哥，得想办法。是啊，我听说他发了笔财，就想着来看看。是，有人花钱买他命。那你现在就跟我进村，这里面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。啥？都是大白天了，哪有带白光那些？太危险了吧？信我的，走吧。走吧。怕啥呀，三哥？咱大大方方的，才不让人怀疑。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儿呢就是捕鱼队，每个月发1贯钱，1天管3顿饭，还顿顿管饱。别闹了，郭兄弟。哎，那地主家也没这条件呢，才1贯钱，我大家接受都没这么多。正好那边食堂开饭了，我带你去吃一顿。老弟，我在这有点熟人，你看看就知道。走吧。真假的？哎呀，我的天，你不是做梦吧？这真有鱼有饼啊！这我们在山上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那还愣着干啥？吃啊，兄弟！我不吃，吃过了。兄弟，太知道当山主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了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要我说，还不如留在这儿。在这儿啊，顿顿有饱饭吃，还有工钱呢。干上几年呀，就直接买地买房娶媳妇儿，你说是吧？不妨跟你明说，其实早就加入了渊哥的捕鱼队。放心吧，别人想抓你，早就动手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三哥，咱们是过了命的交情，我才跟你说这些。要真这样，我肯定愿意啊。当神贼，咱们是死路一条。行，三哥，那等你想好了，我就带你去见渊哥。手刚，渊哥，好强！来，虎子，试一试。太轻了。渊哥，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呢是我以前的好兄弟，他这次是奉黑虎寨老大之命下山来找你麻烦的。
我走哎，袁少爷，您放心啊，那个我已经在郭兄的劝导下改过自新了，我就想有口饭吃就行。啊，没事，既然是真心来投靠的朋友呢，我们肯定会帮助的。只是不知道是谁要花钱买我的命啊？听人来讲，似乎是姓刘。又是刘家，居然敢找你们黑虎寨！原来如此，看来他真想跟咱们拼一把呀，有意思。黑虎寨的人心狠手辣，这这么着，他们肯定还会再派人过来的。那么，要不请县城躲躲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咱们哪儿都不去。这位兄弟肯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帮助我们，黑虎寨肯定是回不去了吧？这样啊，你呢以后就住在县城啊，在这买个房，回头我再教你一门做鱼丸的手艺，你就在这做个买卖，娶妻生子吧。来，这是100两，你先收下。这收着吧。多谢袁少爷，你有什么吩咐我都会陪着你做的，你就让我去黑虎寨当个内应都行。嘿，快起来！做内应这么危险的工作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啊？你只要帮我一个小忙。少爷，你尽管吩咐。别他妈走了！老三都下山好几天了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要不我下山看看去？这个童生不简单呐！你下山以后，凡事要当心。哎呀，怎么放心吧？放心个屁！娘的！大人，小王村到了。哎，叫老爷。是老爷。你有没有觉得小王村的村民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太一样？更有朝气。听说小王村捕鱼队月薪1贯，日管3餐，村民们都踊跃加入。这才是为生民立命啊！啊，原来先生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啊！先生。哟，原来是县尊大人。先生，隐瞒身份实属无奈，还请先生见谅啊！哎，无妨，县尊大人，坐下说话。哟，不知道县尊大人前来所为何事啊？上次先生所言，至今都振聋发聩。这次我来，就是专程想请先生出山，共赴大业社稷。现在这大业应该属于王朝末期，互相内斗，我一个童生进去，这不找死吗？县尊大人玩笑了，在下就是一介商人，又不懂这治国之术，如何当左相幕僚啊？先生如此谦虚啊！若先生执意不肯入朝，我想请教先生，如今这大业该如何拯救？先生，为了大业万千黎民，还请先生顾虑赐教啊！哎呦，县尊大人不可。其实啊，这国家大事，我一个商人也不懂。这样，我呢随便一说，您就随便一听，出我口，入你耳。出了小王村，我可不认了啊！好。哎，县尊大人觉得这大业最大的捷症是什么？这大业发展200多年了，土地兼并严重，这田地啊，都集中在这些权贵和富商手中，并且他们还不纳税。普通百姓无田可种，却还要承担赋税。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百姓凄苦。四姨又对我大业虎视眈眈，现在真是内忧外患啊，先生。所以，这最大的症结还是搞钱。搞钱？如何搞啊？攀丁入木，
赤身一体纳凉，只要能做到，大业可续命100年。含金入目，精辟呀，先生，多谢先生赐教。不过，谁若真敢这么做了，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为千夫所指啊！先生，若能拯救大业，千夫所指又有何妨？先生，大义，谢先生。我跟你说，我当时当大歌手，那跟着我的人数不胜数啊！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有肉，有菜，有主食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们都要跟着我听我。我跟你说，你为什么？回一会儿。哎，谁叫我伴娘？哎，二哥，你怎么回事你？啊，你也被袁绍来的？哎呀，我还袁绍。你小子是不是偷那败家子啊？你什么玩意儿你？就这么回给我见老大不是哥？谁想杀人你也逃不掉，而且你袁绍想约你到村后面的小树林跟你聊两句。老三想抓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拳头坑。人家想抓你，何必明说呢？对不对？人家是真的想跟你谈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在这吃的太饱了，太香了。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，你拳头都变小了。带路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的？哎呀，相信我，走。袁绍，我二哥，黑虎山二当家，人称过山虎。你瞅你个熊样，你就是王源呐？看起来也就那样，还有点本事啊！你先下去吧，我跟你们二当家聊两句。我不收拾你！说要找我说啥？二当家一看就是眉如剑雨，骨骼清奇，气宇轩昂。这，说正事儿啊！敢问二当家呢？你们当山贼是为了钱吧？废话，要不咱们换种玩吧？哎，你一个书生，教老子当山贼？你们打家劫舍风险多大呀？是不是啊？不如啊，咱们改成收过路费。啥是过路费？你看啊，只要有商队从你们地盘上路过，哎，你们就收他100文，并且保护商队的平安。100文够谁吃啊？这玩意儿走量啊！之后啊，咱们可以沿途开设商铺，这财源自然滚滚来啊！而且，百姓非但不会怕你们，还会叫你们一声好汉。这二当家看面相就重情重义，到时候你们有个什么事儿啊，百姓也会帮助你们。有道理。哎，那官府那边，你想啊，百姓都帮你们了，到时候你们再定期给官府缴纳点银子。哎，先生高见呐！啊，听君一席话，胜作10年贼呀！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回去说服我大哥，等着我啊！哎，啥费来着？过路费，3个字啊！过路费。夫君，你真的不去县城吗？黑虎寨可不是普通毛贼啊！你说咱们现在才刚刚开始，我怎么能走啊？不过你要是怕的话，我可以让人送你回县城的娘家，先躲一下。不要，你不走我也不走，我要和夫君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。干嘛？做同命鸳鸯？逗你呢！你夫君我呢，命这么金贵，怎么可能让几个小毛贼取走？我已经说服了黑虎寨的二当家，放心吧。我就知道夫君的厉害。不，你并不知道我有多厉害。偶尔竟然被那小子蛊惑，当初的誓言呢？大哥，那袁绍
王渊这法子真能让咱们金盆洗手？闭嘴！我已经派人去小王庄了，即刻让那小子血债血偿。哎，大哥，你就听我一句吧，赶紧让兄弟们撤回来，要不都白白送命了。我派的是山上的精锐，十拿九稳。你再精锐，咱们也干不过他们。王渊特别聪明，有的是招对付咱们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我也是为了山上的兄弟着想啊！真的，我这样求你，我能说假话？把他带去啊，关起来。不是，哎，小袁，袁哥，你看，略微出手，轻松拿下。这昨晚有6个山贼想闯进村里，这大虎打晕了俩，剩下的都在这儿了。你看怎么处置？哎，这瘦不拉几的，一看也是个可怜之人。把他们带回村子里去吧。哎，切莫伤人性命啊！好。走，这好汉，这好汉。如此看来，这二当家的说服计划应该是失败了。那咱们就打上黑虎寨，彻底平了他们。你上次说那个什么钢什么的怎么样了？这光要拿木棍训练，这想打进黑虎山很难呀。我也没想到啊，这古法炼钢这么困难。放心，寒山哥，我来想办法。这黑虎寨损失了10几号人，咱们加上郭仓，未必不能智取。行，那我这就去准备。站住！你们怎么把黑虎寨的人给抓来了？你这样下去，连累全村人送死啊！那族长大人有何高见？你躲去县城，村子交给我管。你是想趁机夺权吧你？我放肆！我可是族长。那就不劳族长大人操心了。走。好。让开！哼，山贼杀来，有你后悔的。等你死了，村子，嘿嘿，还是我的。哎，兄长啊，冒昧了。哎呀，哪里，里边请。无忌，兄长，我今日前来啊，是为定龙台试会而来的。哦，听说兄长与海天兄有旧，特来讨份见帖。见帖？你怕是为王渊求帖吧？王渊，你和王渊关系如此甚密，这是我知情啊。他如此大才，你何必隐藏啊？大才，兄长，你是不是有些误会啊？想这王渊整日与贤民厮混，他早就不读书了，那就是个败家子儿。哦，大才，来，那你看看这个，摊丁入亩，官身一体，这是那败家子儿写的？正是。兄长啊，这文章写的，你必会得罪读书人呐。这以后谁还敢为朝廷效力？不可取！朝中争权夺利，谁真为朝廷？连天子都为了铲除异己，不惜毁掉黑甲军这样的国之重器。五位兄，我就直说了，我今日是为建业贤弟而来，想这建业贤弟家资丰厚，稍加培养，必会成为国之栋梁啊！栋梁。对呀，这帖我可以写，不过是为了王渊。能连发50步开外，真乃神器也。渊哥，你竟能造出如此的神兵利器，这个叫诸葛连弩。若当年黑甲军有此弩啊，是我从古籍上学来的。有了它呀，我们覆灭黑虎山就轻松多了。小月呀，这私藏弓弩可是重罪，一定要小心呐。我们是为了自保，事后只需要将它们藏入地下即可。啊，虎子、郭仓，收拾一下，我们今日
就要覆灭黑虎山。夫君，哎呀，赶紧回去换衣服去啊！哎呀，夫君，一定要去打黑虎寨吗？这些山贼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若是等他们元气恢复了，乡亲们可就遭殃了。我们可以跑，但乡亲们怎么办？我既嫁给你，那我便听你的。等覆灭了黑虎山啊，我就带着乡亲们干几年，然后我跟娘子呢就去游山玩水。只要能跟夫君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小月，大家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夫君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啊！娘子放心。夫君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，我在家里等你。放心，出发。元哥，我去把门踹开。等等，智取。什么人？啊！当当家，您回来了。请。哎，不对呀，你不是叛变了吗？消息这么快吗？好，来人！快，我打！兄弟们，我杀了他！哇，厉害啊！啊！外面来了好多人，拿的武器我都没见过，这兄弟们都死伤我多了。慌什么？大不了跟他们干！那个快跑！真是没想到啊，你个败家子能攻破我黑虎寨。是他，智取。黑金虎，投降吧！想抓老子，你还嫩点儿！百战拳法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老师姐，你不配穿这身黑甲。大哥，大哥，起来！穆帅带我们保家卫国，却惨遭灭门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师姐了。朝廷辉爷，那百姓无辜啊，你为何要祸害乡里啊？我只会杀人，无奈落草。要是大哥，为何还替朝廷卖命？我隐居务农多年，今日书上，只因你要伤害我的兄弟王渊。什么？我差点害了大哥的兄弟。老师姐，刘家到底跟你有何勾结？他们提供钱粮，我替他们铲平对手，陷害王渊，买凶杀人，都是他们刘家指使的。刘建业这混蛋还想要我的命，真是活腻了。大哥，我这条命是大哥给的，
我愿意去朝廷揭发刘家，不管生死，阿爷快乐。哈哈哈哈哈！爹呀，这黑虎山怎么还没消息？我们怎么还没死了呢？这种脏事你别管。黑心虎出手，一个童生能活吗？你专心读你的书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在复县，我们刘家怕过谁？说。衙门刚才派人把咱们铺子都给查了。这个街面上流传说呀，说是黑虎山被剿，那个黑心虎啊供出来是我们买凶杀人的。什么？赶快收拾东西，去先躲一躲。哎，走！刘志高勾引山匪，押往县衙。不是，哎，建业，叫马主簿救我！公子，找马主簿。先生果然有勇有谋啊！县尊大人，能否放过刘家？马主簿，此话何意啊？他们愿意补足赋税，另捐3000两。你的意思，想让本官徇私？是。滚！是。哎呀，马主簿，消息如何呀？刘公子，恕我爱莫能助，请回吧。他爱莫能助。刘少爷，奥少爷今日不健康，请回吧。啥？三师兄啊！6你来2针就好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李三四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要不是为了你妹妹，刘家怎么会这样？你快出来给我个交代吧！你这……少爷，这李家见死不救，咱们得另想他法呀。还有何法呀？这……不是，这管家这干嘛去？干什么呢？这是？你站着！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把东西给我放下！站着！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把东西给我放下！县遵令，刘家通匪产业充公。你放屁！哎呀，滚！我是秀才啊！你敢踹我呀？秀才，你爹通匪，县太爷以行为学政，革了你的功名。告诉你，现在你就是一个低贱的商贾，再敢阻拦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走！哎呀，对。振作一点。对，振作啊！现在只能去郡城找我二叔，他们就在那，对吧？对，对，扶着我点。走，再给我留点啊！找我二叔，听说了吗？黑虎寨被人剿了，官府剿的，是小王村那个王烟那个童生带人干的。刘家主通匪，明日要和黑心虎一同问斩呀！真的，千真万确呀！县太令还赏了小王村2000两呢。哎呦，2000两啊！王渊真的把黑虎寨给灭了？大哥，你放心，这个仇我一定替你报。不行，走不动了，我太胖了。这3死，王渊，来世我爹让你跪在我面前，我老刘家失去的，我爹要夺回来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北东，北东，你就是刘建业。好汉子，哪位呀？二当家都是自己，何必动刀动枪呢？这个姿势比较帅。好，不是，你那个二当家是吧？那个我有银票，对吧？来给1两，哪有银票？家都没找我。银子，
多少银子能买我大哥的命？你害死我大哥，今日我就让你填命！大哥，那个害死你大哥的是王月对吧？放屁！若非你们买凶杀人，山寨怎么会覆灭？还我大哥命来！义父，我就是跑哪儿来了？都是他们刘家造的孽啊！好，就冲你叫我这声义父，今日我饶了你命，日后如若再作恶，定当不饶。义父慢走啊！义父小心石头很多啊！公子，这赖不了我了啊！是你们刘家作恶太多，真跟我没关系啊！都过去这么久，夫君怎么还不回来？杨子，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了。好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不哭啊！好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不哭。等晚上回去，咱俩再亲热。大虎，最近懂事了啊，大哥。哦，嫂子挺快啊。刚夸你懂事儿。哎呀，这次剿灭匪患，多亏大家帮助，可算把那帮匪患给解决了。我现在呀，就是担心这个刘先野他会报复。他功名已革，不足为惧。不过想不到汉山哥之前竟然是黑甲军。当年啊，我跟这个黑心虎同为穆帅的亲卫，却不料我为降，他为寇。原来如此啊！一会儿啊，给你们看一样好东西。哎，青哥，表哥，再叫一声听听。表哥，庆哥这是越长越漂亮了啊！谢谢嫂子。小孩嘛，长大了。是啊，松开，嫂子在这儿呢，小人。嫂子好。表哥，听说黑虎寨真是你带人剿的？那是自然，这不小事一桩吗？小月，小月来了。阿爹，表哥又在这臭显摆了。这次可立了大功，今晚上好好庆祝一下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呢？还说了，听你的，准备了3天，就烧了这2个破坛子。2个，值。花这么多钱就烧2个破坛子，败家子儿。怎么跟你表哥说话呢？就是怎么跟你表哥说话呢？要是烧不出铁水，我跟你没完。那要是烧出来了呢？要是成了，随便你怎么样。好吃不过海味，好玩不过表妹。那要是烧出来了呢？要是成了，随便你怎么样。这丫头这么倔，这以后可咋办？那个清河，你带你嫂子去城里边逛一逛啊，想吃什么玩什么随意，我付钱。好啊，渊哥大气呀！大气呀！嫂子走，今天带你买波饮。哎呦，哎呀，你行了吧，老舅啊！老舅，哎，那咱们也开始吧。真的行吗？放心，只要有干锅、石磨加粘土，成型之后呢，咱们再在外面包上一层熟铁，这样咱们一定能够得到几把好刀。好，我要去试试。表哥，我真的看到铁水了。你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
那先说好了，不准生气啊！愿赌服输，你说，给我弄头马尿过来。王源，你羞辱我是不是？哎呀，表妹，你误会了，你表哥是那样的人吗？这个是正经用途，用药能让兵器变得更加锋利。当真？绝非虚言。再说了，我哪能戏弄我表妹啊？啊？嫂子在后面呢。那还不赶紧去！夫君，啊，夫君，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好看，这衣服衬你。都是星河妹妹给我挑的，花了不少银子呢。哎，花的值，以后啊，天天都这么穿，好看。那个，让夫君亲一口。这在别人家不好。亲一口。为你写几页诗篇，几行誓言，几个长夜，几次相约。你的转身让大哥，你看是不是这个？哦，赶紧拿给你爹去！小性玩意儿，重色轻妹。有点扫兴了哈。要不，我们继续。这马上火呀！这么大味儿。果然是神兵啊！按小袁的法子，更新包铁，引药淬火，这辈子能打出这样的好刀，值了！值了，值了！怎么样？哎，果然是好刀啊！哇，哎，这刀也太厉害了！如此神兵，千军万马我也不怕了呀！没骗你吧？走吧，咱俩耍耍刀去。走。渊哥真厉害，以后都听你的。你我未出五服，以后还是要注意分寸啊，表妹。那个，昨日你上街为你嫂子挑选的那件衣服不错，有眼光啊。是，嫂子天生丽质，穿什么都美。再说，只要你银子给够，什么买不到。那你今日就带着你嫂子继续去逛啊，随便买。就喜欢你这暴发户的样子，包在我身上。走，嫂子。多听你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进城过来的王少爷，居然是小王村的一个童生。周掌柜。周掌柜，这么看来，所谓西域的水晶堂，是你自己弄出来的吗，王少爷？既然知道了，打算怎么办啊？我想怎么办？我做生意几十年了，居然被一个小童生给骗了。行，我给你两个选择。一，要么跟我合作；二，把水晶堂的秘方卖给我，不然的话，在富县，你休想卖出一粒糖，是吗？谁呀？说话这么大口气？你谁呀？这做生意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要是仗势欺人，强买强卖，先问问我这把刀不愿意。袁少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。不知道周掌柜打算多少钱买我的秘方啊？5000两，1万两。哎，汉山哥，不过说来巧了，
前几日胡家的大小姐好像也问起来咱们水晶堂的买卖了。哟，你这边多少钱一斤？一定，我先要500斤，我先要500斤。哎呀，老舅啊，咱们这样，你还是搬到小王庄去住吧。表哥，你是怕周掌柜耍无赖，逼我们交出秘方吗？你们也看见了，这些豪强啊，为了钱财，什么杀人越货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。小王庄毕竟都是咱们自己，他们若是敢来，刘家就是他们的下场。我老舅在这住了几十年了，有点舍不得呀。可是，我去看看这缸练的怎么样啊？表哥，你知道我爹为什么不愿意去小王庄住吗？不是故土难离吧？那都是借口了。其实他是放心不下隔壁的刘寡妇，可都好了2、3年了。每次一来，爹的眼神都不一样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有人了呀，这是。本来我爹攒了些钱，加上你给的银子，我都想替阿爹去说媒了。这倒好，你又要炼钢，钱又花没了。哎呦，这事儿啊，确实是怪我啊，考虑不周了。这样，等周掌柜的把钱送过来，我呢就风风光光的给老舅办个大喜事。外甥给舅舅办喜事儿，那可真是头一遭呢。哎，大丈夫不拘小节嘛，啊，包在我身上。那你们先聊。燕哥，我听说个消息，你最好有重要的消息。刘建业在城外被人杀了。知道是谁干的吗？刘建业的死是不是你干的？此事与公子无关，你放心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杀得好！哎，不过啊，老二是这样，既然你们选择跟着我，那我肯定是有义务带你们干一番大事。你像咱们没有必要为了刘建业这种小人毁了自己啊！下次再有这种事，提前先跟我商量，好不好？嘿，公子说的是啊，你放心啊，如今我大哥的仇已经报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如此辱骂了。知道你重情重义，这样以后呢，你就跟着汉山哥一块练武。哎，好，好好干啊！哎，娘子，这几天呢，四海他们要加班熬制白糖，我给你安排个任务啊，你呢就辛苦一下，带着咱村里这帮大姑、小媳妇、老寡妇，你帮他们搞好后勤工作。放心吧，夫君，这点活我肯定能干明白。我肯定会按时按点给大伙送饭，保证大家不饿肚子。真好，娘子，真是我的贤内助啊！妹妹，哎呀，大哥，妹妹，嫂子，哎，你们这儿不太好找啊。哥哥，我们成亲这么多年，你们还是第一次登我家的门。妹妹，前几天你哥哥就说要来看你，这现在都这么有钱了，怎么还住在这样的环境啊？这过得也太辛苦了。一点都不辛苦，这里山清水秀的多好呀！而且，夫君对我也好。妹妹，这样，你带你嫂子呀进屋去聊啊，我跟妹夫呀还有点别的话要说。行，嫂子，我给你看看我新买的衣服。好。那二哥，有什么话咱一家人直说吧。哎，妹夫，这刘家呀，真不是个东西，没想到他们还竟然找人害你。好在也受到了报应。这以前呐，都怪我啊，一时糊涂啊。以后咱两家还得好好相处啊。
对吧？行，二哥，你看你是说的哪儿的话？之前呢，也确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哎，都过去了，哎，过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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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会儿我其实找你还有别的事儿，我是来邀请你参加定龙台诗会的。诗会？坐边坐，来，坐。你若能参加呀，但凡取得名次，必会名扬四海；即使没有取得名次，那这结交一些有钱有势的权贵富豪，那对你以后这仕途也有帮助啊。哎，你看啊，这我来之前呐，县令大人亲手为你准备了请柬。那个，你考虑考虑。二哥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吧，对官场名利不感兴趣。你说我当一个富甲天下的商人，天天带着欣然云游四海多好啊！是不错，但这机会难得呀，你再慎重慎重啊！没法。二哥，这诗会啊，我看还是……哎，你说这参加诗会的人是不是都特别有钱啊？必然呢。那什么叫特别有钱？那都是全天下的有钱有势的人，一般人根本没资格。要不是县令大人，我连请柬都拿不到。豪门士族、权贵富商，这可都是超级有钱人啊！哼，赚他们的钱才有意思。行，二哥，既然你已经计划好了，那妹夫我呀，也不是这烂泥扶不上墙的人。这诗会啊，参加了，这就对了嘛。我就知道我妹夫啊，绝不是池中之物。妹夫，你放心，我相信你呀，一定会大放异彩。二哥这么多年第一次登我们家的门，他终于认可你了。来，娘子放心，从今往后啊，我让你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能受到别人的尊重。能和父亲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幸福了。如果也能和哥哥一家和睦相处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哥哥今天跟你说了什么？啊，他呀给我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我准备弄一些新奇的玩意儿，好好的赚一笔那些公子哥的钱。唉，想想就开心。夫君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会一直在这个小家里等你回来。汉章哥啊，咱们的刀剑已经打造出来了，咱们除了要装备自己人以外，还要找一个好买家，这个可是一笔大买卖。是啊，但这样的神兵利器一把至少值1000钱。就咱们这小小的富县，恐怕没几个人能买得起啊。富县肯定没人能买得起，俺郡城就不一定了。啥？你说要去郡城卖？我打算去九山郡参加诗会，那里汇聚了天下的富家公子，他们啊肯定愿意花大价钱买咱们的刀剑。那肯定是自然的了呀。但是咱们这儿到郡城，那至少400-500里路呢，而且这路程上还有黑虎山、大兴岭、一线天等山头，这些山头可都是有山贼盘踞的。虽然这黑虎山的山贼被我们剿灭了，但是想平安渡过大兴岭和一线天，那是要费不少周折的呀。要是想平安渡过，光是要花费路费的钱都是不少银子呢。这买路的钱呢，我肯定是不会给的。如果他们不让过，那我就灭了他们。行，要是人手一把宝刀的话，何惧山贼呀？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抓紧打造兵器，准备妥当就启程。明白，我会抓紧训练大虎他们的。届时啊，咱们就去那九山郡，割那帮富少的韭菜。割韭菜？
卷派啥意思？那袁哥，爬是真。布县盐业要重新拍卖。哎，刘家倒台后啊，留下60万件盐钞，县尊说希望由你接手。我接手啊？县尊说谁能拿下盐业的经营权，保证以后衣食无忧，也是对你之前县村的一种回报。但若让其他豪强掌控，恐盐价飞涨，百姓遭殃。那他就不怕我高价买盐？县尊说先生心系苍生，断不会如此。哎呀，看人真准啊！咱们打算多少钱竞拍啊？好像是1斤5000银子，干新价后肯定更高。行，届时你就替我去竞拍吧。啊，我？周家和胡家都来了，这次盐钞非得这2家莫属。先生当真不来？哪来的乡巴佬？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？难不成是黄金？他也派人来了，不过我胡家志在必得。开始吧。刘家盐钞5文起拍，6文，我出9文，10文，14文，18文。周家好气魄，20文。若再加价，我便相让。21文，21文。恭喜周掌柜，恭喜恭喜！承让，承让。肉再高价，王家22文。哪个王家？北平乡小王村。我出24文，25文。是，你有钱吗你？25万，60万银钞至少得需要纹银15000两，你这区700两黄金，连一半都不够嘛！25文，27文，28文。臣下，县尊大人，此人虚报高价，扰乱竞拍，请县尊大人重重治他的罪。哼，上次的账，这次一并清算。县尊大人容禀，我家少爷说了，大部分银两都存在景山郡，只需立下字据，1月之内必能取回。若逾期未归，便以这700两黄金作赔。好，无法可依，本官准了。县尊三思啊！若到期银两未还，重新竞拍，耽误时日，百姓恐将无盐可用。够了，本官自有奉送，一切后果本官承担。表妹啊，你这个事业线是真不行。别瞎说。哥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我们全县1年吃的盐，就靠这几样东西啊。表哥，你成盐商了，那以后附近的盐都归你卖了，你要发财了。这不是王公子吗？好魄力。不过呢，单单拿到这盐钞就想做盐商，怕是高兴的太早了。不早。记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来铺子找我。真讨的，一定是在县衙里没有抢到银钞，这样过来神神叨叨，怎么不用听他逼逼赖赖的？这可不是逼逼赖赖，王公子，您可千万不能大意。关于盐钞之事，还请胡小姐指点一下。按律，盐钞可兑盐，可实际超发严重，各地已经积压几10年。那这盐钞行？盐钞倒不至于变成废纸，但普通人拿盐钞也兑不到盐，需找大盐商疏通关系。王公子想做盐商，可得打通这条路。多谢胡小姐指点。小事，香皂我已经卖到了8县，1个月内覆盖全州后，州代理归我。自然。任老
早了还看，被狐狸精勾走了。回去别跟你嫂子说啊！回去别跟你嫂子说啊！小莲，这胡家小姐你可碰不着，你家可是一脉单传。想什么呢，老舅？我正人君子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是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这个月啊，我专门雇了3个人，按你的法子炼钢，打出了这10几把刀剑，个个都是精品。哎呀，辛苦了，老舅。哎，这个是500两银子啊，除了工钱以外，剩下的你先补补身子。300两就行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我听闻那刘寡妇甚是凶猛，你好好补补。别瘦了啊！表哥，你可来了啊，清河，我这一阵子呢，准备去趟九山郡办件大事，老舅的婚事就交给你了啊。如果来得及的话，就等我回来，咱风风光光的办，银子管够。九山郡，我听说那可热闹了，你带我一起去吧。哎呀，清河，这次你哥是先去探探路，等下次一定带你去。好吧，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。二当家的，我呢有件事想交给你去办。你以后别管我叫二当家的，我现在改名了，我叫王毅。王毅，那咋还跟我姓了呢？王毅，改得好，重情重义的义。不，义父的义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义父，有什么事你就吩咐我。那我问你啊，这大青岭和一线天的那些土匪，你认不认识？那我问你啊，这大青岭和一线天的那些土匪，你认不认识？认识啊，大青岭的钻山豹，一线天的闹天猴，那都是我老相识。哟，义父是想，要不要我先混去，做个内应？既然你已经认我做义父了啊，那有些人生的道理我必须要教给你，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，和气生财，懂吗？上次收费站入伙的事儿，问问他们同不同意啊？如果他们同意入伙，资金、官府方面我来解决。但是啊，如果他们不同意，鼠目寸光的话，那就别怪咱们不客气了。这个叫先礼后兵。对，咱们都是以德服人。那自从上次听了义父的一席话，我这个心里是激情燃烧啊！我每天都想着怎么把这些伟大的事业干好啊！这一次我一定尽力。好，切记啊，如果谈不妥，一定要回来，安全第一。义父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！义父放心。再说我也没头发。夫君，你这次去九山郡需要多久啊？多则1个月，少则半个月吧。办完事就回来。那你一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，多带点人，外面不安全的。放心，你夫君多惜命啊。我听说你上次在县衙又看见胡梦莹了。清河告诉你的？这丫头。夫君，那胡家女子不行的，她嫁了3个丈夫，克死了3个人。你要是想要纳妾的话，要不然就纳清府吧。想什么呢？我跟清河，我俩没出五服，还纳妾呢。看来娘子还是不知道为夫有多厉害。夫君，
罗军，这次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外面花人多，该花的银子一定要花。咱们家现在不差钱啊。娘子放心，你呀在家里也要好好的啊。我办完事就回来。哎，等等，表哥，哎，你嫂子在这呢，撒开！夫君，我安排的啊。我怕你娶了胡家那个狐狸精对你不好，所以把清河安排给你了。快改口吧。我去。别，这没啊！你这没出五啊这。夫君，这次路途遥远，咱们还是先把正事给办了吧。我还是个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姐姐带带我。好。加油！兄弟们，等我1分钟。切！